在辽宁舰正在返厂维修的时候，网络上有一张20年前辽宁舰刚到中国时的老照片爆出，显示当时的辽宁舰甲板上的12个垂发都没拆除。来看详细情况。各位老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哥。辽宁号作为我国第一艘航母，可谓是历史悠久。虽然这艘航母现在在我国军迷眼中看来，更多的是作为一艘训练舰，是为了培养更多的航母人才，但当初我国一穷二白的时候，为了获得这艘航母，可谓是困难重重。中间经历了多次挫折，才把这艘航母成功接回国，并进行改造，从而诞生出我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。辽宁舰从正式服役到现在也过去了11年了，因此这艘航母现在进入了中修，正在船厂中进行维护，总算是能休息一下了。而辽宁舰正在休息的时候，一张20年前的老照片却出现在了网上。这张照片正是辽宁舰的前身瓦良格号。这艘航母在2002年抵达大连造船厂的时候，浑身都锈迹斑斑。不过最关键的是，上面的12个垂发系统当时都还没有拆除，即便是锈迹斑斑，都能清楚地看到航母甲板正中间的12个垂发系统。当年的苏联在发展航母时的理念比较不同，美国在发展航母的时候，主要讲究的是舰载机作战，所以并没有考虑在甲板上安装垂发这种事。而苏联不同，苏联认为在重型远程超音速导弹诞生后，在大海中航行的航母就是个活靶子，所以当时苏联的所有大型舰艇都配备了大型远程反舰导弹，航母也同样如此。像库兹涅佐夫级航母，除了能搭载24艘舰载机之外，在航母的前甲板下方还有12枚 P700 花岗岩重型反舰导弹，在4角还各拥有6组8单元的 SAN-9 防空导弹，加起来就是192发。如果不计算舰载机的话，这艘航母本身的火力配置都不输于任何一艘重型巡洋舰。不过这样看起来虽然是比较猛，但是舰载机这块和同级别航母比起来就要大不如了。像搭载反舰导弹和防空导弹这种活，交给航母的驱护舰就行了。航母的主要作用是搭载舰载机执行打击任务的。因此这种设计导致库兹涅佐夫级航母排水量虽然有6万吨，但是武器系统占据了大量空间，只能搭载24架舰载机。美国8万吨的小鹰级却直接翻倍，搭载48架舰载机。而我国购买瓦良格号航母时，需要的是一艘真正的航母，对于航母上的垂发系统并不感兴趣，所以在购买之后便将它们都拆除。将这些垂发系统都拆除之后，就能计算出一艘航母的最大可利用空间是多少，到底能搭载多少的舰载机。看看我国的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就能知道，虽然吨位也是6万多吨，但是舰体结构布局更合理，甲板的舰载机停机位相较于辽宁舰进行了大幅优化，舰内空间的规划上也比辽宁舰做得更好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没有辽宁舰，那么就没有我国现在的山东舰乃至福建舰。正是有了辽宁舰的技术积累，才让我国有了建造航母的经验。事实上，我国的辽宁舰土耳其又开始坐地起价，向我国提出了20项安全措施。除了指挥调度必须听从土耳其之外，还要交付10亿美元的保证金。其他条件我国还都能答应，但是这10亿美元保证金实属不能答应。不过最终这笔保证金在希腊政府的担保下最终没有缴纳，瓦良格号还是成功的通过了海峡，经过了 1.5 万海里的航程，终于回到了大连。而这艘航母在02年抵达大连后并没有任何的动作，直到05年才被拖进大连造船厂的干船坞中开始改造，并在12年才正式服役，并以此为分界线，我国海军才进入了真正的高速发展期，全面开启下饺子模式，并延续至今。